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一人三角再现，渣爹角色为何颠覆想象？诚意三角戏路大开，赴山海你服不服这波戏精操作？你信不信？有的人金刚大碗3碗不过岗。诚意是演员三角一锅炖，愣是让观众尝出了不一样的滋味。沉香如屑一人分饰三角，赴山海还要再来一盘猛料啊！这今年的国产剧能不能给咱上点新鲜玩意？诚意没有最多，只有更多。不是我吹，这小伙是真把分身术完成了专业技能。这要是换成咱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孙悟空72变，估计弹幕都能飞出来一句老师，这个是不是诚意饰演的？你品品，这3个身份，哪个像你曾经幻想过的理想自我？该不是剧本杀集体进军影视圈了吧？话不多说，今天咱就扒一扒诚意的3分人生，也顺便和各位唠唠国产剧里这股越来越奔放的群戏风。感情说，这年头演员不玩点花样，都不好意思喊自己是演技天才。先看《沉香如屑》里，诚意变身帝君，表情包一上来，天地众生都在他眉间拧成麻花。天界寡言战神该有的逼格他都打包带走，结果痴情一踢翻，颜淡小脸儿委屈的观众都移动起来了5倍速。这届弹幕是哪来的这么多颗 CR 专家？再看唐周，地袍没穿出来，凡人味儿倒是冲天，尴尬到用脚抠的那种。东北老铁看了都说行啊，小子下凡不容易。最后一档玄烨，堪称仙界老谋深算第一人，一句别再挣扎了，做我的帝后吧，多少少女直接原地粉转黑又转回粉。来赴山海，诚意又一次一人分饰3性格。肖明明，武侠小说咸鱼，咸得冒泡，还能转正变英雄。萧秋水，浣花剑派掌门3子，拼命升级闯关，宁巴里有招式。李晨舟，铁拳帮主，枭雄里混出一股痴情味儿。你问我诚意这剧路是不是有点大杂烩？哈，这可不是，哪有那么多巧合？咱观众要的就是这点冲突感，个人能不能把3种人过得有滋有味，这才是老戏骨的考验啊！其实诚意玩3重奏，观众自己都分不清头脑了。你说肖明明这腔咸鱼气，小市民典型吗？大多数人小时候也没少做白日梦，要不我也去武林当掌门。但诚意一眨眼变成萧秋水，家族危机加8大高手上身，仿佛隔壁王大爷买彩票突然中了100万，直接把普通人的草根逆袭拉到满分模式。萧秋水一番江湖成长，可不是说说就行，百般磨难，武力值嗖涨，最后一招英雄令，号召天下群雄，这场面东北大澡堂都挤不下了吧？再看李晨舟，铁拳硬汉，权力帮帮主，说话带风，行走江湖气场2.8米，却偏偏又有痴情一面，为了老婆能拼个头破血流。没错，这和玄烨那点渣爹劲儿有点像脸。观众看着都在乐，这一大锅戏专治各种剧荒综合症，而且这角色设置里处处是冲突，连正邪两边都互有好感，谁跟谁仇谁跟谁亲，一集下来脑洞给你劈开了，像老妈煮乱炖，香气四溢。不过人啊，不能只看热闹，戏好歹还得讲逻辑对吧？有人就开始琢磨了，一人饰3角，能不能别让观众服了又猛了？你说肖明明和萧秋水一个肉身一个灵魂，这么个同脸不同命，观众都快以为自己看的是穿越小说现场版，逻辑上是不是还能再打点补丁呀？有人吐槽诚意脸盲问题严重，本来想沉浸体验一把武侠刺激感，结果一到关键时刻，诚意左手提剑右手抱拳，观众猛圈这是英雄令还是英雄救美？再又转到李晨舟，整段帮派争斗，权力交错，
剧情细节里能不能再多一点琢磨？明明已经是君临天下，非得斜刺里杀来个痴情陨落。东北二大爷评论剧情硬拐弯，撞进不明飞行物了。这三重奏到底是为了创新，还是就图个噱头？有时候观众真的会反感，感觉所有剧情都是为了程毅个人量身定制，其他角色都变背景墙，配菜变主菜，主菜变装饰，多少有点悬啊。但是剧里埋的伏笔一爆发，你就发现导演团队还是真有两把刷子。萧秋水成长之路不仅仅是个人技能暴涨，更是家国大义、江湖情仇、师门道义多线交织。其实人物越杂，故事板块越多，观众越能看出里边的生活投影。你瞧，萧明明原本是个小透明，大学生、打工人、吃瓜群众都能对号入座。到了萧秋水，又能给你理想主义的投射部，想当 NPC 要做主角啊。李晨舟这边，铁腕掌门，身后老婆尸骨未寒，眼泪和拳头擦出火花，一场权力 PK 里，人性的灰色地带全都扑面而来。最狠的反转来了，李晨舟为了考验手下，诈死，结果人算不如天算，柳随风战死，权力帮凉凉。萧秋水冒死阻挡救岳飞，关键时刻李晨舟犹豫，老婆没了，人生清算，回头原来英雄不只是冲锋陷阵，更要敢于承担失误后果。观众追剧都懂生活，哪有全靠顺风车？你怀疑剧情狗血，回头看看自己朋友圈，谁不是一边哭一边打鸡血？东北老妹评论人很细多，东北大煎饼都拍成3层了还不腻？其实咱们看的不就是这种复杂和真诚吗？不过细嘴吃多了也会腻，有些观众觉得国产剧里三角戏精是不是本末倒置？老演员们讲究入戏，不是刷脸。三角并不是万能通行证，你演的再多，没把故事讲明白，观众照样买不单。尤其《富山海》这样的大制作，每一条主线都能单独成剧，大团圆变大串烧，一不小心就炒成大杂烩，不是东北乱炖，是锅里下错了料。况且群戏本就强调角色互动，三角一锅端，会不会压缩了其他演员的空间？有评论说，配角成了摆设，你诚意在努力，全剧也会有点失衡。创新可以，但的把控原则和边界，再好的演技也不能光靠面部表情炫技，必须让剧情自己说话。谁都希望诚意金刚不坏，把武侠、奇幻、痴情一揽子包圆，但千万别让戏精变戏病，观众的智商可不答应。东北话讲，哪有那么多主角命？配角也有春天。说实话，程毅这波一人三角操作啊，真是又厉害又让人抓耳挠腮。你要说他演的不精彩，那真是睁眼说瞎话。可要说国产剧就光靠三角炫技撑门面，那也实在有点猫腻。三角归三角，剧情归剧情，能不能多给其他角色点发展空间？这要是全剧程毅一人买单，其他演员跟着充数，观众迟早也要审美疲劳。演技是好事儿，但别完成标签，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见。东北老铁说得好，啥事都得有头有尾，看戏不能光看花的，把底层逻辑好好整明白。反派跟正派一样，有光辉也有坑爹，谁还不是在生活里一边演主角一边当配角呢？咱们就等着《富山海》能不能不给大家来点剧本杀新花样，真把三众人物活得精彩纷呈。你说现在这剧只要程毅多角分身，就能顶半边天了？可这是不是也让其他演员都沦为背景墙？国产群戏的多元化到底在哪里？是创新还是炒作？你咋看这3碗一锅炖？是服了还是醉了？评论区见，咱们拼一波观点，别让三角成了独角戏。